我没长大呀，我就我觉得自己真没长大，就是很多问题我都解决不了，很多想法我很难用语言去描述清楚，所以就得用作品去说吧。我叫迟世林，我是一个艺术家，在北京生活。怎么介绍自己啊？我是一个像挤牙膏一样的人，就是如果你不断的问我，我会不断的说；如果你不问我，好像我就没什么要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4400根时刻手指，因为我觉得一切的灵感，就是一切的这种思考，都是从那个作品开始的。大二的时候，我们实验系艺术系一个老师，当时就聊这个什么是当代艺术。他明确说过，当代艺术它解决不了就是实际问题，它只是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让我有了一个思考，就是它的反面，它可能真的是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一个是我这个朋友正好他是在迷笛学音乐，跟室友产生冲突，他就被他室友就是给打了一顿啊，最后去检测是有轻微脑震荡，然后他就很愤怒，就是想就拉着我去砍掉他们的手指头，说以后让他们不能弹琴，不能打鼓，就是这个仇恨的执念就是深刻在他的内心。然后我想我肯定不能去这个犯罪。那段时间正好我在上就是雕塑系梁硕老师的一个课，他的作业就是礼物，就是用艺术做一件礼物，然后送给朋友。然后我就正好就想到，他这个时候他应该需要一个礼物，就是机缘巧合在地上看见一个长得特别像手指头的石头，我就回去给他刻了一个指甲盖，然后再在石头后面给他染了点血迹。那次我就把他叫出来，我就说那个你闭上眼睛，我给你一个礼物。然后他就伸出手来，我就把这个手指头放在他手上，他握在手里之后，他就说一句我靠，然后他睁开眼一看，是一根是石头手指头。然后他当时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就是他说兄弟我释怀了，就是说我感受到这个，就他们的手指头被砍掉的那一刻，他说我突然感觉到他们可能会很难受。说我这个，因为它看起来很残忍，就是上面有血，上面是有血迹的。然后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哎他好像这个作品解决了一个就是实际问题。我就想着会不会还有类似的这种作品等着我呢？我就一直想，我就一直想不出来，我就开始一直刻手指头，到14年毕业，大概刻了4400根手指头，就用这个作品就是做了毕业展。一开始在学校，后来呢美院中间翻新，就是他要把这个地面整个挖起来，我就发现我们学校地面有很多这样的石头。我觉得我咋这么特别幸运哇，这么多，就是捡了好几百块。后来没有了就会回家捡。在家里的大河的那个周围，再到后来就去什么门头沟啊，北京的门头沟去捡。再到后来，我去中国各地去旅行嘛，就去什么山西、陕西，什么银川、四川啊，各种就是桂林，就基本上围着中国转了个遍，就是找一堆石头就会寄回家，找一堆石头寄回家。在桂林，广西桂林
桂林到阳朔那一段路，我基本上就是从桂林沿着河走到阳朔的，那一路上捡了特别多石头。我最开始雕刻这个手指头的时候，2个小时才能雕一个，就是我就给它雕一个手指甲盖，但是其实很难的。后来就是改进了工具，改进了这种方式，就是这种打磨方式，5分钟我就能打磨完一根，就自己是像一个机器，但是这种机器呢，它又是一个也像写书法一样，它是有熟练度的，有审美的，有创意的，因为每一个石头它都不一样，所以你刻的那个指甲盖也是要对应这块石头的形状去刻的，就是当时有一种什么感觉，我闭着眼我就能打磨出一个手指头来，当时是有这种爽感，就是这种爽感是会给人一种会把人带入一种心流状态。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不是自己想的，都是一种就自然而然的。恰巧老师说过那句话，恰巧是在上那个雕塑系的课，然后又恰巧我的特别好的朋友发生了这种事情，然后最后他让我帮他去报仇，最后我又恰巧碰见了这么一块石头，都是恰巧。我如果让我去自己想，我完全想不到。我发现我越来越长大，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东西，这个很多都是自然而然的。毕业的时候做了4400根，后来又做了1500多根，就老觉得这个作品还没结束，或者说我会觉得他会再给我灵感，因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从12年到16年大概吧，16、17年我一直在磨这个手指头。磨手指头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思考一是思考就是会不会有类似的作品出现呀，一直想，因为过于无聊嘛，我也会想，我要不要用这个方式来作为像一种修行，一直在要一心不乱磨，就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我对这个环境，对人与人之间这种消磨状态的一些感知了。我就想这个人生可能就跟这个人生就是在消磨自己就会想很多这个事情。那时候还想着做好几万根呢，就是做多少万根不知道，但是做到7000根我就觉得够了，不想做了。也就是现在当艺术基本上都不是说没有说在聊这个事情，在解决问题这个事情。在我来看，就是他这个思考方式，如果说真的能成的话，比如说我用这一辈子去专门去研究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我觉得跟功利不功利完全没关系。如果说真的能做到，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用艺术去解决的，就是生活中充满了艺术。就是你的行为，你的做事方式都充满了艺术，那我觉得那是太了不起了。